我是真的沒有想到，把生薑在火上烤一烤，沒想到作用居然這麼厲害，解決了很多朋友的大煩惱。方法簡單，省錢又實用，可惜很多人並不知道生薑的這種做法。那麼趕緊跟着視頻來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鵬鵬。生薑作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種調味品，其實它也具有一定的藥用價值。比如說，平時我們用它來做薑湯，就是利用了它的藥用價值。因為生薑當中含有豐富的薑辣素、薑酮、薑烯酚以及揮發油、氨基酸、多糖、維生素和礦物質等組成。然而今天生薑咱們不把它當做調味品，也不用來煮薑湯。今天是為大家分享的老一輩的土方法，一起來看一看吧。如果你第一次用這種方法，那麼不建議用太多的生薑，只需掰下來一小塊即可，以免造成浪費。當然，我們也需要把表面給它清洗一下。生薑放入碗中，然後把生薑表面淋濕，用牙刷刷去表面多余的泥土。因為每一塊生薑它都是不規則的，有很多的縫隙，而牙刷它的刷毛非常的柔軟，就能很好的把生薑上面的每一個縫隙裡面的泥土給刷洗出來。因此我們一定要用這種方法來清洗生薑，才能把它洗得乾乾淨淨哦。洗好泥土以後，再撒上一點食鹽，然後開始來搓一搓，把生薑表面搓得乾乾淨淨。因為生薑表面其實除了泥土之外也特別的髒，而食鹽它具有杀毒消菌的作用，並且它的顆粒感也非常的強。因此用食鹽再搓一搓，這樣生薑就變得非常的乾淨。在這裡提醒一下朋友們哦，無論再有營養價值的食材，我們一定要給它清理得乾乾淨淨，這樣我們使用起來也會更加的放心，更加的衛生。上面有乾枯掉的地方也把它摳掉，因為並沒有任何食用價值了，而且還會大大的影響口感。差不多把生薑都搓洗成這樣即可。最後再用一勺水把生薑表面搓洗出來的髒東西給它沖乾淨就可以了。接下來找出一根燒烤圈，如果沒有，找一根鐵絲來代替也是可以的。這裡一定要用鐵製品，不建議用木頭做的喲，因為那樣會被燒斷。接下來再把洗乾淨的生薑，我們用燒烤圈給它圈起來，像這樣就可以了。接下來打開家裡面的燃氣灶，當然火一定要開到最小，然後慢慢的開始烤生薑，就像平時我們在家裡面自己做燒烤一樣的來烤。烤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用小火哦，以免表面已經被烤糊，而生薑中間也沒有起到加熱的狀態。當然我們也要慢慢的這樣轉動。生薑之所以烤一烤，因為這樣可以讓生薑的溫熱性釋放的更加充分。烤制過程當中，我們也會逐漸的聞到生薑當中所散發出來的香味。那麼生薑到底要烤到什麼樣呢？又怎麼來辨別呢？通過兩種方法，第一用眼睛看，第二用鼻子聞。當我們看見生薑表面已經逐漸開始有水被烤制出來就可以了，或者聞到非常濃郁的生薑香味，而不是烤出來的糊味。差不多把生薑烤成這樣就可以了。別說，聞起來還真的挺香。接下來把烤好的生薑放在盤子當中，輕輕的敲打，把上面烤出來的多餘灰塵給敲打下來。因為現在還特別燙，千萬不要用手去觸碰哦。
烤出來的灰塵如果不容易敲打下來，我們可以選擇用一個牙刷把表面烤出來的這些灰塵給刷下去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已經看到這裡了，制作視頻不容易，請用你發財的手給我點一個讚吧。你的每一個點讚、評論或者是轉發都是對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勵，謝謝。一定要用牙刷把生薑每一個部位上面的灰塵都給刷下去哦。當然了，你也可以直接用水來洗，個人認為用牙刷來刷會相對比較好。但有一點，洗過之後生薑表面不會有任何的灰塵殘留，因此根據個人的喜好而定哦。現在就差不多了。接下來我們只需要把生薑拔下來，接下來我們再把生薑給它切成片，盡量給它切的薄一些哦。可以看見我們切下來的生薑片，每一片上面都還有濕氣流出來，沒錯，這就是因為我們烤制過後的效果。現在的生薑切起來也相對比較軟。而且切生薑的過程，你也會聞到一股特別濃郁的生薑香味兒。最後把切好的生薑放入碗中或者盤中，接下來撒上一些白糖。喜歡吃的口感甜一點的，可以多放入一些。反之，如果你特別適應生薑它的薑辣味兒，那麼也可以不放哦。最後把生薑和白糖給它攪拌均勻。讓每一片生薑上面都沾上一層白糖，這樣一來，我們吃的時候，生薑片它的口感就會相對中和一些，刺激味也會相對小一些，像這樣就差不多了。然後我們只需要把它放置在一旁，靜置10分鐘左右，讓白糖和生薑徹底的融合在一起。時間到了之後，我們來看一看，生薑片上面的白糖基本上已經融化，這就說明它已經進入到生薑片內部，這樣吃起來口感就會相對比較好了。這樣咱們的烤薑片糖就已經做好了。朋友們，不要看做法和食材都非常簡單，可作用卻一點都不簡單哦。每天吃上這樣幾片，堅持一段時間，你會有大大的驚喜哦。別問為什麼，這可是老一輩們的傳統土方法。你知道它的作用嗎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分享出來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，我們下個視頻見，拜拜。